提起减肥，你想到了什么？是运动减脂，是节食减肥，还是 P 图神器？从2022年开始，一款减肥药突然火遍全网，静止不动就能减肥似乎成为了可能，甚至连 Elon Musk 和 Oprah 也都亲自给你展示这款药的神奇。而这就是 Ozempic。 It is literally the hottest drug in the country right now. 但你可能不知道，这款网红神药背后的公司其实是一家非常低调、专一，而且已经有着100年历史的老牌制药公司诺和诺德。这家公司呢，本来专门做糖尿病药物的，结果因为减肥药突然大卖，股价在3年里直接飙升了5倍，市值一度冲到了将近5000亿美元啊！不光超过了欧洲奢侈品巨头 LVMH， 成为欧洲第1大公司，甚至一度比它所在国家丹麦的 GDP 更高，更是冲上了全球第2大药企的宝座。听到这里，你是不是有点好奇了？减肥药和糖尿病药到底有什么关系？一个卖减肥药的公司怎么成为一家横扫全球的制药巨头的？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非常低调但又很牛的公司 Novo Nordisk。 我们要先从头说起，要回到那个100多年前的年代，大家可能很难想象，那个时候没有药监局，没有监管体制，医药行业也处于一种手工作坊的状态。而糖尿病在当时基本上就是绝症，得了糖尿病唯一的方法呢，就是饿着。当时医学里叫饥饿疗法，也就是每天吃不超过500卡路里的东西。500卡路里是什么概念呢？我给大家查了一下大概就是相当于1包薯条或者2小碗米饭，你看就是非常的少。而且饿着的目的就一个，就是苟延残喘，撑到新的疗法的出现。直到1921年转机来了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年轻医生 Frederick Banting 和他的医学生成功的从狗的胰腺里提取出了胰岛素，而且发现狗的胰岛素竟然对人类的糖尿病有效，这简直是天降福音。当然2年后，班廷也顺理成章的拿到了诺贝尔奖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这个大发现怎么推广呢？多伦多大学当时的理念是科学归科学，商业归商业。他们不打算自己大规模做药，而是把胰岛素的生产权授权给了其他公司。而第一家拿到授权的就是美国的礼来公司，也就是现在仅次于诺和诺德的另一个胰岛素巨头。但大家想一想，如果只靠狗的胰腺提取胰岛素，根本无法量产满足病人的需求。礼来公司就很聪明，他们直接把目光转向了屠宰场，发现牛和猪的胰腺提取的胰岛素也可以治病。这些器官在屠宰场处于废料，成本低，产量还大，一下就加快了胰岛素的推广。接下来我们故事的第一个关键人物登场了，那就是 August Krol，1920年来自丹麦的诺贝尔奖得主。按理说得奖之后他该进行全球巡讲，跟自己的同事们嘚瑟一下自己有多牛。结果就在这一年，很不巧的是他的老婆被诊断出糖尿病，因为治病他的巡讲就一直被推到了1922年，也就是胰岛素发现之后的1年。等到 Krol 夫妇到了北美呢，他们就听说了胰岛素，便立刻去多伦多大学考察了一圈，和学校谈成了协议，拿到了在北欧地区生产胰岛素的授权。不得不说Krol 夫妇的执行力那是非常的强，仅仅回国3个月就用猪和牛的胰腺生产出了胰岛素，而且他们还拉来了他老婆的主治医生，丹麦的顶级糖尿病专家 Hans Hagedorn 汉斯来运营公司。而这家新公司就叫诺德 Nordisk Insulin Laboratorium。Nordisk 翻译过来呢就是北欧的，大家看这个名字是不是很直白，很有创意？北欧的胰岛素公司就是这个意思。很快这家小作坊式的公司就成了行业里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。这个时候故事又迎来另一个转折。诺德公司里有个工程师叫 Harold Peterson， 我们叫他小哈。他呢主要负责买设备、改设备、造设备。后来公司想扩张产品线的时候，他就推荐了自己的弟弟 Tovar Peterson， 我们叫他小托，来当生产负责人。结果小托跟汉斯根本合不来，一个是动手能力超强务实派的工人，一个是搞科研的医生，两个人的性格是完全不同。于是他们天天吵，事儿吵。仅仅6个月后，汉斯就把小托炒了。这个小托也是个狠人，他就想，你能做我也能做，我也懂技术那我干嘛不自己来生产胰岛素呢？于是他就跟哥哥2个人在诺德公司对面800米的地方开了一家新公司，名字就叫 Novo Therapeutics。你看看这个名字新的胰岛素公司，
就是摆明了要跟诺德对着干。从此以后啊，这两个从一开始就分家的公司，开始了超过半个世纪的相爱相杀。我们先从刚成立的诺和说起，你别小看小哈、小托这对兄弟啊，背景平平，没啥名头，但是他们的工程能力特别强。他们呢也知道自己不能只是复制诺德的产品，虽然那会儿啊，丹麦也没有药品专利这种概念，但问题是啊，诺德已经是大佬云集了。你看看背后有诺奖得主，有糖尿病权威医生，有官方授权，还抢占了市场先机。诺和那怎么都是一个小透明。但这兄弟俩有一项别人没有的绝活，那就是搞工程。大家可能想象不到，诺德最早做的胰岛素是片剂，没错，就是把药片得先在水里煮化了，溶解成液体，再用注射器抽出来打针。你想想这操作流程，既麻烦又不安全。但是诺和啊，很快就搞出了一种液态胰岛素，不仅可以直接注射啊，还能长期保存。关键是价格只要诺德的一半。哎，是不是听着就很想买？这一下可把诺德镇住了，说哎，这两个人啊，居然还真有点本事。诺德啊，当然也是不甘示弱，立刻反击。他们很快就搞出了一款全新的胰岛素，英文名叫 Neutral Protamine Hagedorn， 简称 NHP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创始人汉斯直接把自己的名字也放进去了？这说明他们对这个产品啊是真的很有信心。NHP 的优势啊，就是持续时间更长、更稳定，病人不需要2-3个小时就给自己扎一针，打针频率一降低呢，体验感就直接提升。你看，诺德就用实力证明我的科研能力确实很强。1939年，二战爆发，诺德当时的策略啊是全球扩张，靠授权其他公司来生产销售，尤其是美国、加拿大市场更是他的摇钱树。1940年，德国占领丹麦，诺德的授权收入啊可以说是一夜归零，直接断粮。战争整整持续了5年，诺德几乎没有任何收入。但诺和这边啊就不一样了，他们当时啊主打的是欧洲市场，特别是在纳粹占领区，几乎变成了胰岛素指定供货商。我们在这里啊不展开讨论政治和道德层面的事，但就商业角度来说，诺和在战争期间获得了快速发展。等到战争结束，诺和已经远远甩开诺德，成为欧洲胰岛素市场的一哥了。二战结束之后啊，诺和拥有充沛的现金流，科研实力也是大幅提升，接连推出了新的胰岛素产品。先是推出了 Lanta Insulin， 这是一款长效胰岛素，让人晚上睡觉或者空腹的时候也能稳定血糖。紧接着又推出了 MC Insulin， 一款纯度超高，几乎不会引起免疫反应的胰岛素，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产品。但是我们再看诺德这边啊，这个时候就很惨了，没有研发资金，产品也没有竞争力，销量也掉得厉害，一度只有诺和的1/10。大家听到这里啊，可能就会觉得，是不是大结局了？诺德破产被诺和收购了呢？商业的魅力就在于瞬息万变的市场带来的不确定性。进入80年代，一个新技术横空出世。We are change makers. A new biotech company is promising to revolutionize the way we treat disease with medicines from living cells. The original risk takers. Genentech promises to leave no patient behind. With a foundation of forging life-altering scientific breakthroughs. 就是美国的基因泰克公司开发的 DNA 重组技术。这是什么概念呢？就是可以用基因工程的方式制造胰岛素，跳过了传统的从动物胰腺提取胰岛素的麻烦。而诺和啊却很不走运，点错了科技树。他们选择通过基因技术修饰猪的胰岛素，让它更像人的胰岛素。结果不仅失败了，而且造成了资金链的紧张。而诺德作为一个小弟，这个时候啊反而是稳扎稳打，趁机在欧洲和全球市场上抢占了诺和的份额。到了1989年，它的全球份额已经达到了20%，仅低于诺和的30%。两家公司啊经过你追我赶，成为了全球胰岛素界的第3和第2，仅次于美国的礼来公司。60多年过去了，医药行业也在半个世纪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整个医药行业啊都在重组整合。对于药企来说，更大的规模才能产生更好的经济效益，所以合并成为了这两家公司一致的目标。终于在1989年，这对冤家啊终于选择了握手言和，合并成了一家公司，那就是诺和诺德。
当时合并的比例也非常的有意思，诺和占62%，诺德占38%，基本上和他们当时的市场份额差不多。虽然10年前诺和没能吃掉诺德，但最后也是主导了新合并的公司。而你再回头看看，当初被赶出门、被迫创业的小哈、小托两个兄弟，最后居然以主导的方式合并了老东家，是不是打工的你梦寐以求的事情？说了这么多我们终于要把主角 Ozempic 请出来了。但在主角登场之前我们还得先介绍一下另一个关键人物。北欧的名字实在是太难念了，我直接放弃说名字了，大家听一下。Lotte Bjerre Knudsen。1989年，也就是诺和和诺德合并的同一年， Lotte 加入了新成立的诺和诺德，带着一个小的研究团队开始搞一种当时几乎没人重视的药物方向 GLP-1 激动剂。这是什么呢？简单的说， GLP-1 是一种我们身体自己分泌的激素，作用是提醒胰脏分泌胰岛素。但问题是这玩意儿在体内存活时间太短了，只有1到2分钟，根本没法作为药物使用。于是 Lotte 和他的团队的目标就是搞出一种长效版的 GLP-1， 让糖尿病患者能够更稳定的产生胰岛素。他们花了7、8年时间，终于在1997年搞出了一种能在体内存留13个小时的分子，名字就叫利拉鲁肽。这名字有点绕嘴，但是不要紧，重点是这个玩意儿真的有作用。诺和诺德的高层一看，哎呦，不错哟，于是马上投入资源，推进它进入临床实验阶段。但是大家都知道，药物的临床实验是一个超级漫长又非常烧钱的过程，安全性、效果、用法，每一步都必须验证到位。于是这一等又是8年，时间来到了2005年，世界上第一个 GLP-1 药物终于上市了，而这就是百利大，来自美国的礼来公司。是不是有点猝不及防？又是我们的老冤家礼来公司。虽然礼来公司抢占了先机，但是百密大的问题也很明显，就是一天要打2针，而且药效呢跟传统的药物差不多。大家想想看连每天吃维生素我们都能忘，怎么可能天天给自己扎2针？所以礼来虽然抢占了风头，但百密大并没有大卖。2年后，也就是2007年，诺和诺德终于推出了自己的 GLP-1 药物，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利拉鲁肽。而且Lotte 发现了一个隐藏的 buff， 就是这个药除了调节血糖，还能抑制食欲、减轻体重。尤其是在老鼠实验中他发现吃了药的老鼠居然自己不太想吃饭了。他兴奋的不行立刻就跑去和公司高层拍桌子，说咱这个药用来减肥绝对有戏。但是问题也来了，当时大家对减肥药的印象都不太好。一个比较刻板的观念就是超重是由于饮食和生活方式导致的。如果不改变生活方式，吃再多的减肥药或者做手术，患者也很快就会反弹。更别说以前很多减肥药都翻车了，好的减重效果往往伴随着更高的副作用。但是 Lotte 就是认准了这款药的潜力，一再坚持。最后公司终于被他说动了，决定正式推进这款药物用作减肥方向。你以为诺和诺德从此就一飞冲天了吗？嘿嘿，还真没有那么快。有个行业认可的减肥药魔法数字，那就是只有让体重平均下降超过10%，这个药才会有很好的经济效益。诺和诺德的药呢，虽然安全，但是减重效果只有8%，所以虽然卖得不错也赚了钱，但是远远没有达到现象级。但好处就是诺和诺德的团队意识到了 GLP-1 的潜力，并没有放弃这款药。终于到了2008年，新的 GLP-1 药物研发成功了，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Ozempic 的药物名司美格鲁肽。它比之前的利拉鲁肽强在哪里呢？第一就是时效更长，只需要病人1周打1针，极大的提高了便携性。第二也是非常重要的，病人平均减重达到了15%，直接打破了10%的门槛。第三就是这个药可以延长食物的消化时间，并且让人减少饥饿感，可以说是从生理、心理2方面降低食欲。2017年，司美格鲁肽作为糖尿病药物，以 Ozempic 的商品名正式获得 FDA 批准上市。医生在临床实验中也验证了这个药的另一个效果，那就是能让病人减重。2021年，升级版的司美格鲁肽以 Wegovy 的商品名上市，专门用作减重药物。
一下就成为了如今我们所听到的减肥神药。从2022年开始，Ozempic 和 Wegovy 的热度几乎是肉眼可见的上涨。最夸张的是，诺和诺德最大的瓶颈不是卖不出去这两款药，而是产不出来。公司财报里经常出现一个规律，就是只要产能一提升，销量就跟着涨，说明这是一个巨大的卖方市场。而诺和诺德的市值也从2021年的不到1000亿美元，一路狂飙到了2024年的将近5000亿美元，超越了一票科技巨头成为了全球第15大公司。讲到这儿Ozempic 的故事也告一段落了，但这背后更值得我们记住的其实是两件事。第一，就是诺和诺德几十年来的坚持与专注，才有了今天这个爆款药物。从几十年前那种要自己煮药片的时代，到如今方便保存、精准控制药量的胰岛素比，再到风靡全球的减肥神药，这是一整套技术的演进和长期研发的结果。第二呢，就是 Lotte 这个人的执着。如果不是他当年咬着牙坚持，也许这个改变全球肥胖格局的药物要会更晚才出现。当然，时代的趋势也是功不可没的。从1980年代到现在，全球2型糖尿病患者翻了4倍，肥胖人群比例也翻了1倍，再加上人口增长，现在全球已经有超过10亿成年人超重。10亿人大家想想，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潜在市场。尤其是在2022年 GLP-1 的药物风头甚至一度超过了 GPT。 我甚至看到了媒体讨论说 GLP-1 might be bigger than GPT。 所以你看，诺和诺德的火是有原因的。但他们也不是高枕无忧的。Ozempic 的成功也让全球药企嗅到了这个赛道的机会。礼来of course 礼来已经推出了自己版本的 GLP-1 药物，而很多新的玩家也已经陆续加入了这个战场。未来减肥药的竞争只会越来越激烈，但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呢，更有效、更安全、更容易获得的减重方案，也许就在不远的将来。Dude, have you ever done GLP-1 peptides? GLP pep what now? There's these new crazy drugs people are doing. It's like cocaine and Molly mixed together. They make women go crazy. No, really? Yeah! Last night, I was partying with 9 hot MILFs. And this morning I woke up and guess what? I don't feel like total shit. It's like a miracle drug.